完美世界可以说是当代玄幻小说的天花板，它很火的原因不仅是环环相扣的精彩剧情，还有就是脑洞大开的世界观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下它的世界结构。10号所在的石村位于荒域，荒域则是下界8域之一，八域分别是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。其中荒域的大势力分别为各个太古神山，还有石国、火国等等。下界8域实质是一座囚笼，天地法则缺失严重，且每隔多年上界就会派人来到下界，将下界的一些强者带走。再过来就是上界9天10地，下界和上界是有界魔的，不能随意通过。9天10地的疆域要比下界大得多，且修炼环境和资源都远超下界。9天10地原本是一整块，后被异域打崩后分裂成了19块。异域是一片被诡异与不祥感染的大界，记忆被人篡改，他们认为9天10地是魔鬼，并一心攻打他们。这里也是前中期最大的反派聚集地。仙域也是一方大界，和9天10地算是盟友关系。在9天10地与异域打仗的时候，会派人下界去帮助9天10地。界海是连接着各个大界与时间长河的桥梁，这里也算是各界对抗的前沿战场。黑暗之地是4个黑暗准仙地待的地方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批的黑暗生灵从这边过来，穿越界海，大肆杀戮，并将一些强者抓进牢笼带走。终极谷地是尸骸仙帝待的地方，这名仙帝被上苍之上的一滴黑血侵蚀并黑化，它也是一切黑暗祸乱的源头。在终极谷地的上空有一处漏洞，它连接着另外一个位面上苍之上。诸天万界包括仙域、9天10地、异域等无数大界，这便是完美世界的大致地图。而上苍之上则是一个更大更乱的世界，独立于诸天万界之外。完美世界还有一个特殊的存在，那就是虚神界。虚神界是一片只能由神魂进入的精神世界，修士以精神体进入其中，悟道和战斗，磨砺己身。完美世界的等级划分可分为人道领域和仙道领域，大致18个境界，其中达到仙道领域的修士便可长生不死。人道领域，第一，斑血，可以调动全身精血，熔炼古文，从血液中催发出神息，淬炼天地造化。第二，洞天，开辟洞天可夺取天地造化，不断吸收外界精华，补充自身，最多可开辟10洞天。第三，化灵，重塑真我过程，从肉身到精神，再到沟通外界的洞天，产生灵性。第四，铭文，不再借鉴凶兽和猛禽的符文，能在体内铭刻自己的一些符号。第五，列阵，在体内刻下符文，能初步推演，相当于铭文镜的进化版。第六，尊者，超脱世俗，有成神可能。尊者境属于下界8域的最强境界，走到这个境界的强者足以威震一方。第七，神火，点燃神火，超脱凡人。神火境是修行路上第一次最强的蜕变，蜕变越强，未来成就越高。第八，真一，真正的点燃神火只会在死后熄灭。第九，圣迹，特殊过渡境界，在神火与天神中来回变动，后期比较稳定。第十，天神，能断之再生，一滴血能崩塌山脉，威压可盖一切低境界。第11，虚道，与道交融，以完美种子为媒介，触摸大道，能感悟天地间的妙理。第12，斩我，斩掉自身，明悟自身的道与法。第13，遁一，统领一方的修士，地官战场首领的人物。第14，至尊，屹立在人道巅峰之上，散发的威压让低境界的生物俯首称拜，依靠特殊物质能活上100万年之久。仙道领域，第15，真仙，一滴血能保持数个纪元不灭，长生不死，肉身不朽，元神不灭。第16，仙王，真正长生不死，肉身不朽，元神不灭，体魄强大，没有用特殊方法极难被杀死。第17，准仙帝，弹指间可毁灭一方大界，自身就能蒙蔽天机，一招一式都可干扰天地运行。第18，仙帝，拥有地之场域，能逆速时间将敌人限制在寂静时空中，即便生死道亡，也能凭后世的一个念想复活。